小姐，翻过这座山就到天青县了，神都的人明日就到。保护小姐！是血妖！完了，是血妖！带小姐走，老夫拖住她！宋夫子拦不住的，兄弟们，为小姐赴死拖延！宋伯伯，小姐快走！袅袅飞又不为何，来个无笑我。赶路的，这个时候还敢一个人出现在这里，我有些佩服。你是人是妖？一瞥好纯净的女子，吸收你，我定能化作人形。传说中的那个怪物，当然是我，惊不惊喜？等了一晚上，终于来活了。告诉我，你的同类都藏在哪儿？想走，要不试试？真打算在那站一夜？好不容易活下来，想冻死在这儿？他刚刚好像很怕你。我倒是希望他们没那么怕我，不然生意都不好做。我叫谢南渡，我的人都死了吗？死了。血妖食人血肉，被他盯上，尸骨无存。你既然就在附近，而且不怕血妖，为何不早点出手？我在调息隐匿气息等猎物，谁能想到大半夜的这种深山老林里还有人赶路？天亮之后带我下山，在你把我安全交给神都的人之前，我要和你待在一起，这是最安全的。你身上带着大麻烦，我凭什么要卷进去？你是武夫，武夫打磨身躯极难，靠你这点镇守使的俸禄和杀这几只散妖的妖蛛，根本填不满你需要的消耗。护我周全，我能给你很多天金钱。俺铁定见外了！我陈宁在天青县可是出了名的古道热肠，保护弱小是我辈义不容辞的本分。谢谢你。好说好说，等天一亮，咱们就进城。哟，王大爷，今儿雪下的好啊！10几年的高门大院里，只有读不完的书，从未见过这般烟火气。热乎嘞，烤红薯嘞！吃个红薯，暖暖身子。陈小子，出息了啊！从哪儿拐回来这么个天仙似的媳妇儿？
咋的？羡慕了？没办法，谁叫小爷生的俊俏。好看顶个屁用！有老子婆娘的200多斤有安全感。听老哥一句劝，这么好看的媳妇儿，你这穷小子把握不住，没那个命。我说姑娘，你哪家的呀？怎么瞎了眼看上这穷小子啦？滚你的！婶子，你家男人说喜欢隔壁李寡妇，问你同不同意？你无耻！这么不厚道，当心娶不上媳妇儿！周枸杞，你给老娘滚下来！想娶李寡妇咋了？本大爷还想娶大梁公主呢，想想犯法呀！哎呦，你这母老虎，本大爷一会儿非把你吊起来打！你给本大爷等着！舒坦，散了，都散了。去买床新被子，这是钱。你小子走桃花运了，看来筑桃巷犯桃花的传说是真的。你想住？宅子卖你100枚天金品，童叟不欺。你傻还是我傻？我有个消息，收你1枚天金钱，你绝对想知道。哼，好啊，下次你家出事，我绝对晚出门半个时辰。你这小子怎么这么晦气？算我怕了你，消息白送你。昨天长远街出命案了，王继胭脂铺的陈掌柜夫妇死在自家床上了。最邪门的是，身上一点伤口都没有，死得莫名其妙。会不会是又来妖物了？你这镇守使可不能不管啊！要是妖物还能留全尸，衙门怎么说？那我就不知道了，我就知道这么多。我家没大晚上点炉子的习惯，2床被子应该够了。要是嫌冷，我可以去给你买个炉子，不过得加钱。多谢，我应该不会死在你家吧？这不敢保证，一般的妖物不敢惹我，要是太厉害的，放心，我肯定会丢下你独自逃命的。如果想杀我的不是妖呢？如果所有人都盼着你死，我本事再大也救不了你。安心睡一觉，我总觉得你运气不会太差。陈家夫妇平日里当真没和什么人结仇？县尊，陈家夫妇名声极好，邻里皆赞，绝无仇怨。透视查不出异样，脖子也无勒痕，难道真闹鬼了不成？大人死了，死了！胡言乱语！本大人活得好好的，谁死了？长远街的张屠夫也死了，死法和陈家夫妇一模一样，咱们没肉吃了。备马，随本官去看看。去桃巷，把陈镇守使请来，让他直接去长远街。这大半夜的，陈守使要是不愿来怎么办？你只管去，就说怀疑是妖物作祟，那家伙绝对不会拒绝的。滚！陈镇守使，陈大人，咋了？大半夜的，糜大人又想请我吃夜宵？吃什么夜宵啊？长远街张屠夫也莫名其妙死了，县尊怀疑是妖物作祟，请您赶紧过去看看。妖物，有意思。妖物，有意思。大弯鸭打扰了镇守使的好事，真是不应该啊！我要出门一趟，一起，要不要顺便去买根烤红薯？行，走吧。陈守使，这是哪家姑娘啊？新讨的媳妇儿？
大人真是年少有为，这媳妇儿找的比咱们县尊夫人可漂亮太多了。过分了啊！老弥的夫人和他有可比性吗？话不能这么说，夫人还是很不错的。我要能娶上那样的，死了也值当。你的追求还挺低。那是，哪里能和陈真收拾比嘛？你说话真好听。看什么看？这可是陈镇守使的夫人，大伙儿别生出歪心思。陈老弟，可算等到你了。什么情况？没伤口就这么死了，有点意思。去看看尸体。张屠夫死法和陈家夫妇一样，睡梦中死去，酒里没毒，也没有任何伤口。要不要传发现尸体的证人来问问？不必了，肯定是妖物作祟。何以见得？天青县好几年没妖物了。他眼眶微凹，浑身无伤，是魂魄离体。这妖物以生人魂魄为食，不留伤口。周遭妖物早被我杀绝，这妖物不仅敢来，还堂而皇之在城里杀人，觉得老子看不明白。去停尸房看那2具尸体。死因一样，是同一只妖，境界不高，但难寻踪迹，还没确定到底是什么妖物。这玩意儿几年没出现，怎么这会儿来了？2次命案都在昌远街。那今晚就在昌远街部署，擒杀妖物。老朽也愿尽绵薄之力。你能干什么？陈老弟，有把握吗？问题不大。今晚衙役守住长街2头，防他逃走。糜大人劳顿，今晚大可不必去昌远街，在县衙等消息便是。陈镇守使此言差矣，本官乃父母官，发生这么大的事，怎能安心等消息？大人此言令人钦佩，不愧是我等榜样。大人是知道跟着陈镇守使更安全吧？是我肤浅了，依大人的品性，怎会是贪生怕死之辈？那我先回去准备，睡个白天。陈镇守使，早些过来。这少女到底什么时候来的？要不要给大人开副药治治脑子？干脆剖开看看。不行，剖开不好缝。你这么喜欢和那家伙吵架？我懂了，你这是伪装。平日的示弱，是为了在关键时刻给人最致命的伤害。别想那么多，你我的交集以后也没那么多。我们会在神都相遇，你这样的人不会一辈子留在小地方。那到时候请朋友多多关照。既然是朋友，你还收我钱？谈感情伤钱，我处境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俸禄那么点儿，附近也没要杀，我要不节省点怎么活啊？别装了，我不会加钱的。说正事。那你怎么在县衙把我的想法说出来了？万一被妖物听去，我去哪儿找他？其实也不一定只有妖，南方有炼气指分支，善御妖。若是过路修士放任厌养妖物作恶，便不会忌惮什么。如果是修士厌养的妖物，你会怎么办？大梁官员向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怎敢惹怒山巅修士？今晚留在这里，还是和我去昌远街？我今晚在家里。提醒你，这是我家，
这事值得你这么认真说？我是怕你爱上我，然后觉得我救你是理所当然，忘记给报酬。若我真的喜欢你，你岂不是能得到更多？软饭好吃，可我不喜欢。胖婆娘回娘家贺寿了，没逼我去受岳父白眼儿，清静。有正事，没空吵。去昌远街？是啊，有妖物入城，你晚上睡觉当心点。哟，关心老子，怕我死了没人跟你吵？不是啊，我最近手头紧。你真以为那妖物还会出现在昌远街？你有什么想法？你脑子不灵光，他犯了2起案子，还会留在那儿？这跟老子藏私钱一个道理，谁会把私房钱放在一个地方？我到底在期待什么？没了。怎么，你还不明白？陈震收拾干什么呢？快子时了还不来？陈大人是武道强者，肯定早来了，只是为了不打草惊蛇没现身。这次妖物好对付吗？他到底什么境界？纯粹武夫，具体几重境界不知道，但肯定不低。难道我和大人如此心有灵犀，他也因陈大人可能离开而痛苦？大人，怎么了？本官腿麻了。快2更天了，陈宁这小子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没有红薯，虽然那不值一提，但那种甘甜，我从未感受过。不愧是白鹿谢氏这一代最出彩的子弟，光这份镇定，在神都站稳脚跟没问题。既然猜到了一些，为何不时时刻和那少年镇守使在一起？怕连累他，白鹿谢氏终究差了神都谢氏一筹。这是我们之间的事，不必牵连他人。本以为你会留在山神庙，运气不错。宋岩那位老先生竟真能给你留下一线生机。在这里杀我，留下线索更多，不怕神都大人物发现破绽。最开始的确想做得天衣无缝，后来想明白了，你死了，谁会为一个死人而大动干戈？白鹿谢氏不会让最出彩的子弟死得不明不白。你若死在这里，又怎么称得上天才？不是天才，谁会在意？神都的大人物对我没有恶意，他们只是想看看，不然为何是我？不怕最后成替罪羊，我倒是还有个选择供你选。可惜了，时间不太够了。美人被高维深渊吞噬，可惜。深藏武夫，你可知？又是这样，只有在战斗时，他才是真正的自己。要不要留个活口？他还有救吗？嘿嘿，够呛。现在不该说点什么？我生于白鹿谢氏。白鹿谢氏，和神都谢氏一脉同宗的那个祖祠，分量太足了。这是足以和清河卫氏比肩的王朝超级世家。
神都谢氏要你北上，但他们当中有人不愿你出现。高门大户无情义，大人物就是想看看我，考验你是不是天才。这种举动很符合大人物的脾气。谢谢你。借外力破局也是考验，用人是谢氏子弟必备能力。你知情不多，我未说透，你怎么知道他会在这里？天下糊涂人多，恰好我不是。2次命案在昌远街，正常人必去敦厚。你提及修士豢养妖物，又选择留守不跟我去，以你的谨慎，为何选留守？你是想引他出来，也在赌我能看破你。城府深沉，心思缜密，做事极有章法。若他真去神都，必搅弄风云。这是在和未来的谢氏家主对话。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，帮了你一次，不得加钱？这玩意儿能记录影像，神都贵妇用来捉风月把柄，肯定喜欢。考验结束了，还是有后手。大人物的心思，谁猜得透？你这样的人，谁娶了你，不得提心吊胆一辈子？何必非要嫁人？若有真不错的男子，嫁他何妨？谈钱伤感情，但为了下个月的灵药，必须省着点儿。大早上起这么早，找人约会去啦？少来！小爷去给你买孝敬爹娘的红薯。你知不知道神都的那座书院？知道，读书人的圣地。方外宗门传承数百年，向来看不起强行磨练体魄的武夫。像我这种没有修行资质的粗鄙武夫，只有依附边军，在北疆搏命。我若在神都站稳脚跟，可以帮你运作一个书院的验视名额。一个书院应试名额，那足以让神都大家族抢得头破血流。听闻书院院长是6重天境境界的传说存在，若能成为其弟子，平步青云。我是个武夫，改换修行吧，武夫这条路耗费天金钱太多，你很难承担。你以为小爷不想？我是资质太差，只能做武夫，所以才把命舍出来。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武夫。别的路我没兴趣。你还真是个特别的人呢。去什么地方？黑市。官方坊间抽成太高，天青县偏僻，唯有黑市一条路。听闻糜大人昨晚在昌远街冻出刚寒还躺着，张师部忙前忙后伺候，真是罪过。极品雪参，物美价廉啊！陈大人，这是我妹妹采摘的极品七叶草，我妹妹还未出嫁，您要是……大可不必。晨收拾，果然准时。这位姑娘是一个朋友，算账。数量比上次少，附近的妖物怕是被你杀干净。前些日子，我顺手杀了一只血妖。血妖！上品啊，起码是灵庭境巅峰的血妖。这少年到底是什么境界？难不成是神藏境的高阶武夫人？
开个价，别耽误时间。常规妖珠加起来2000，这颗血妖珠我给5000天金钱。1万，1万太多了，最多6000。9000，下次有好东西还找你。7000，也就值这个价了。8000。人心复杂，你世故，却又在某些地方疯狂坚持。掌柜不亏，我不过是尽量少亏一点。灵台之上是神仓，我已经摸到了门槛，突破神仓5夫人需要海量天金钱啊！陈大哥，就不能让我赢一次？下次一定。见过嫂子！别瞎叫，朋友，你不是在玄冥矿当采矿人吗？怎么今天回来了？矿洞连续塌方天宫了，陈大哥，我给你带了好东西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七星草，看品相是极品上品，价值绝不亚于那颗赤色妖珠。数十年前，方外大宗门为了强抢剑气山一株七星草，结果剑气山送出10柄名剑，天下剑修群起而动，直接把那宗门从世间除名了。这么值钱啊？那剑气山是什么宗门？铸剑圣地，天下名剑半数出于此山，每100年出一柄，100年一剑，得主必成天下最强剑仙，所以长盛不衰。这是我在矿洞发现的，陈大哥，给你！这药草能让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，娶8个媳妇儿，你还要给小爷？我妈临终前说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当年我娘没钱下葬，是大哥你伸出援手，这恩情我记一辈子。大哥要是过意不去，以后给我娶媳妇儿钱放你这儿。姐姐，我陈大哥绝对值得托付终身的好男人，真的可以考虑啊！他这么着急，出什么事了？回陈大人，是上面来人了。青山郡的顶头上司李镇守使驾临，知县大人急着差他去请您呢。李镇守使，我上任3年，他从未露面，今天怎么突然来了？陈大人住的桃巷是挺远的哈。大人，陈镇守使已经到了。放肆！你身为大梁朝的镇守使，为何不穿官袍？第一天见面就想给我来个官场下马威？按大梁律，郡县级镇守使每年配发2套官服，但下官上任3年，却从未领到过半片官布。档案上说这小子的官职是神秘家族花钱买来的，本以为是个任人拿捏的草包，没想到竟是个带刺的硬骨头。这胡须吐纳自有章法，怕是已经摸到了灵台境的门槛。这般年纪，若是背后的世家大族，到底姓哪个陈？本镇守使调阅过你的档案，3年任内，天青县几乎几无妖物，放眼一郡，你算最出色的。如今天青县既然安定，本镇守使有意将你平调去往别的县城任职。
平调别县，若是以前有妖物可除能赚天金钱，小爷拍手称快。但如今谢南渡在这儿，约定未完，更何况别处灾厄频闻，偏偏这时候来调我，这里面的水深得很。大人，下官对此地百姓已有深厚感情，如今城内突现魂魄离体妖物，下官怎忍抛弃一线百姓？既然你如此爱民如子，本镇守使也不好强人所难。正好有一桩事关天青县百姓安危的绝密要案，要交付于你。糟了，这老狐狸在这儿等着我呢。不管怎么做，都绕不开他名正言顺的官职节制。这些日子为朝廷开采玄冥石的石矿，已经接连无故坍塌了数个矿洞，折损甚重。连城刚说矿洞塌方休假，原来这么严重！你小子竟然瞒着我！矿场不是一直有朝廷派遣的工部官员严密勘探吗？怎么会坍塌至此？最开始勘探并无异样，朝廷催得急，民夫只能继续下井，直到前几天夜里，数个子矿洞一夜之间轰然塌陷。那座玄冥矿开采多年，本就判定只剩1年寿命。坍塌发生后，驻守矿场的强者已经押运最后一批玄冥石撤离了。过了这个冬天，那里就是废矿了。既然驻守的强者和工部官员都要撤，为何还要查？这案子归镇守使管。查明原因，本镇守使亲自为你请功。这些日子，他们会把剩余的民风转移，你先别急着去，还有人会来和你同行。出事了，官员不查，直接开溜，把烂摊子扔给我，还让我别着急，跟别人同行。这背后的水，怕是能淹死人。大人，大梁百姓皆需守护，下官知错了，请大人立刻将下官调往妖物最多、最凶险的疆场，下官愿以身报国。本镇守使在官场多年，还是第一次见到把贪生怕死说的这么大义凛然的。都是大人栽培的好。你以为是菜市场买菜还能讨价还价？你是个聪明人，知道该怎么做。那就多谢大人了。陈镇守使，有大人找。我知道了。大人，您交代的事情已经全部办妥了。那少年如何？可否能成大事？有些城府，不是蠢人，但油花胆小，不愿沾染是非。下官担心他会坏事。下官不明白，这等事关重大的通天大案，为何偏偏要选一个底层的县级镇守宇？你只需办好差事，别的事情无需多问。一座县城方圆数10里，竟然被他杀得几无妖物踪迹。这种景象，你在大梁朝哪个地方见过？他不过是个少年，却绝不只是个少年，真是让人难以置信。但愿他真的不蠢。你整天就这样一个人摸索，没有名师在侧指点，武道一途，你就不怕走火入魔出大问题？修士入宗门，皆有师长教导，灵丹相辅，你的胆子未免真的太大了些。难道从来没有人说过你的嘴其实很碎吗？你能不能跟我讲讲外面的世界到底是怎么划分修行境界的？我很想知道。白鹿谢氏那么大的家族，小气到连这个都不跟你说。要你管，你说不说？没什么好说的，到了神都你自然知道。只美天金钱。
哎呀，本来是不想说的，但看在姑娘如此好学不厌的份上，我怎么忍心拒绝呢？不是说好10枚吗？这是定钱，讲完给尾款。天下修行分为3类：修士、武夫、妖修。对人族而言，便是修士与武夫，皆分为6重天境界，一境一重天。第一境名为御法，修士多称初境，体内形成契机，道法初开，这才算踏入修行的门槛。第二境名为灵台，在体内修出一方虚无灵台。寻常修士只有磨盘大小，而真正的妖孽天才，灵台只会更大。那你的灵台有多大？糟了！要是告诉他我当年跨入灵台境时连磨盘大都没有，我的脸面还要不要了？秘密，第3境名为神藏，到了这一步，神魂坚韧，尽知修行之妙，已是了不起的强者。而第4境名为苦海，这是修行中最重要的一环。世间无数自命不凡的天才，都生生溺死在这一境之前。渡不过苦海，便称不上真正的巨擘。渡过苦海，彼岸豁然开朗，这便是第5境，彼岸境。而最后一境，看遍世间风景，忘却天下苦难烦忧，自身再无破绽，谓之忘忧境。整个大梁朝，忘忧境的无敌武者，恐怕都折在北疆那条生死长线之上了。那你如今到底是什么境界？打听我的境界，得加钱，加钱也不行。真无趣。你以后去神都，打算选什么流派修行？修士里，剑修功法第一，千里飞剑定胜负。炼气子亲和天道，高高在上。腐朽一张黄符，承载天地，大恐怖。你该不会去走武夫路线吧？一拳就能把人轰飞的可怕武夫，那画面太震撼，我真不敢看。不知道呢，要不然我也去做个女子武夫，看谁不顺眼就一拳让他安静。千万别！武夫不过是说说罢了。金枝玉叶，最不可能走的就是这条泥泞路。武夫能用灵药熬煮身躯，其余修士为何不选？修士修行远比武夫容易，绝不会选这个法子。修士得天独厚，怎会愿受这重塑筋骨般的极致苦痛？武夫是被人看不起的贝草，但大火烧过，雨后唯一能冒头的只有贝草。再听片刻，想在这乱世活下去，必须拥有最强大的力量。原来是要破境了，成就神藏武夫就在今日！哇！小姐寄往神都的信，家里收到了。我名谢伯安，小姐的同宗叔伯，家里对你很满意。小姐，马上启程吧。等等，小姐在担忧那少年武夫，没关系，我这次来本就是要抹去这段牵连。为什么？小姐何等身份，岂能和这种底层蝼蚁有关系？这是神都大人物的决定。神都给了小姐一个选择，杀了他，你进神都；放过他，你滚回白鹿。陈宁救过我的命，神都现实不讲道理。小姐如何选？不用选。哥，你
你媳妇儿好像又去四处看男人了。看就看呗，多大回事儿？我看到嫂子拉着那男人的手不放，是岑先生。拉谁的手不好，偏偏拉那个老白脸的。哥，岑先生精通六艺，是读书人，你斗不过他，别去。哥，堂堂7尺男儿，天天被嫂子按着收拾，你脸面不要了？收拾几下又不碍事儿，我天生脸皮厚。走。完犊子了！林先生，谢伯安应该已经到了，咱们要不要快点？不着急，我想看看这位白鹿最出彩的子弟到底会怎么选。谢伯安打着谢氏旗号造下恶言，若那位对神都失望，转头回了白鹿，当如何？谢氏有清风明月，也有照不到的阴暗。谢伯安这种失格之人，正适合借来做局。那我们还是要救下那少年镇守使的。不管他怎么选，少年无错且有恩，自然不能眼睁睁看着他陨落。先生觉得那位会怎么选？这选择本就是错的，怎么选都会让大人物不满，这便是刻意让他陷入两难，借此削弱他的声望。孺子可教，走吧，去看看这局棋。来得好快！好快的变招！灵潭武夫，不过如此。小辈，我只出5分力，你又能奈我何？断刀，乡野之人，果然没见过好东西。放肆！小辈，今日到此为止了。不要！人呢？来试试。小贼，今日我便让你再无退路！你想拆了我家，既然这样，你也该死了！狂妄！你不是灵台镜！别给自己找借口了，打不过就是打不过。一个16、17岁的少年，竟然是神藏无主，这怎么可能？就算在神都，也是百年不遇的妖孽。今天若不压下他，我只想老脸忘德。疯子，简直是疯子！等了这么久，演了这么久，就是为了这一刻。你当真是一位神藏武夫？
狮子搏兔，义用全力。若一开始暴露深藏修为，此人必会拼死反扑。先示弱让他轻敌，再重创让他暴怒，最后雷霆一击，这才是杀妖的法则。为什么一个穷乡僻壤的小镇守使竟是神藏境天才？若早知如此，我绝不会这般大意。神藏修士的油水总比那倒霉徒弟多点吧？本想借此局考验谢南度如何抉择，没想到这小小的县城镇守使竟是个隐藏的神藏武夫，一刀劈碎了所有算计。打了小的来老的，天底下最让人心安的就是手里的刀。神都谢氏供奉林远，奉命来接小姐。小姐不必多虑，考量在谢伯安死于此地的时候，便已彻底结束。若小姐未能通过考量，林远是不会出现在这里的。哪怕你没做出选择，神都大人物也不再追究。一切多亏了这个破局的少年。倘若这两人你也打不过，还打吗？神都让你选什么我不管，但如果你选错的代价是要我的命，那我可忍不了，必须打。打不过怎么办？你这人从不做没把握的事。要是那老家伙真动手，我肯定自己跑路，救不了你了。这少年的境界竟让我看不透，若是真打起来，他一人脱身，我还真未必留得住。他不会出手的。那就好，那这一次算2次救命，得加钱。好的。林先生是否也想知道，刚才那个2选1的死局，我会怎么选？小姐三思，考量已过，何必再把麻烦往自己身上揽？这话若是传回神都，必惹风波。倘若真要我去选，那我便选他。小姐，再来1万次，我也会这么选。小姐既然已经开口，想来什么样的后果都能承担了。自然。小姐，耽搁多日，是否马上随我等启程前往神都？我走之后，神都是否会及时收手，不再对他进行暗杀和报复？小姐放心，考量已过，神都的手段绝不会再继续。这位公子不会再受牵连，当然，这也要看他识不识气，别再卷入玄冥石矿的烂摊子。好，你们去外面等我。看啥看？此地民风未免太臭。你，这位壮士，这碗饭好吃吗？想吃自己回家叫人做去，在这儿蹭饭呢。一枚天金钱，可否吃你一顿饭？不要，走开。里面有1万枚天金钱，都留给你。若缺难买的灵药，写信告诉我。好生保重。你就没别的话对我说了？神都到底是什么人？不愿让你安然无恙回去？一群胆小鬼，真正的对手还没出手，但我不会输。不过，我从未想过做谢氏之主。陈宁，你应该让天下人都知道你的名字。这些虚名没啥意思，活着最重要。带着他，若遇到过不去的坎儿就找我，我搭上命也绝不推辞。这银钗怕是来历不浅。普通银钗，好好收着。谢姑娘，其实第一次见面我就觉得你像一朵梨花。以后吃不到这么好吃的红薯了。陈小子，漂亮媳妇儿没留住，小门小户把握不住。世上3宝：丑妻、薄田、破袄。女人太漂亮，麻烦。所以这就是你娶婶子的原因。
娶媳妇求个稳重，漂不漂亮再其次。确实够稳重。你小子精神不济，才个把月清静日子就没守住吧？春天没到就不行了？一边去！是不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，和以前不一样？没有。你这老东西又发什么疯？你先消停点儿，等会儿我再跟你好好说道说道。看到没？这就叫男子气概。你的嘴是真硬啊！我最硬的地方可不是嘴。分开不好好道别，有你失眠的夜。先生，那乡野汉子如此无礼，为何不教训他一顿？读了圣贤书，被几句话激怒就要动手，书读到狗肚子里了？难道弱者就能肆无忌惮挑衅强者？底线决定形势，书里的道理因人而异。伯约，你要是打得过我，你的道理就像冷铁说服我。先生，那位资质真如传闻那般逆天，为师出了个了不得的人物。这谢位之争，谢位之争短时难分胜负，局势难分，落子要快。小姐，请上车。我家谢伯约，论辈分，咱们同辈。知道了。老子真该多砍那家伙几刀！陈大哥，嫂子呢？我刚碰见2匹马拉的豪华马车，是不是嫂子嫌你家寒酸被接走了？哎呦，疼！别瞎咧咧，说正事，玄冥石矿到底怎么回事？大哥，矿上不让说，这几天负责官员突然比我们加快进度，连开采极限的矿洞也要强挖，然后就连塌了好几个。果然是过度开采，就这点事，李镇守使为何亲自来，还说的隐晦？公布官员什么时候撤？明天就走。当官的早走了，矿石也拉走了。等我们一走，那边就是废矿，彻底没人了。一座废矿，查什么？这里面水太深。七星草我先帮你收着，去了新矿场别主动惹事。要是被欺负了，别急着动手，写信告诉我，在这个乱世，活着最重要。才踏入深藏境界，根基尚未稳固，面对未知，必须再变强一些。一切都不会那么寻常，是时候做些准备了。大人，再不裸辞就该吃午饭了。哦，是该吃午饭了。大人，你总不能每次快输了就这么不讲武德吧？本官还是脸皮太薄，要不然早就不是知县了。上面来消息说要罢免大人了。本官听连爱民何曾出过问题？要是本官都被罢免，这大梁朝的知县全得跟我一样。不过，本大人可能真做不了几天知县了。大人染了恶疾，下官这去请名医。不是，大人厌倦官场争斗，想归隐了。也不是。难道大人嫌俸禄太低，养不活一家老小？老张啊，老张，共事多年，你果真还是如此愚笨。下官愚钝，请大人明示。本官要升迁啦！大人，你多年的兢兢业业，终于等来回报了吗？朝廷信函已到，调本大人去宛山郡做据守，开春委任状就到。哦。那下官恭贺县尊了。大人，我是说，有没有可能？没可能。我都还没说什么事儿，大人就知道了。老张啊，你我共事多年，我能不知你心意？我若走了，你也跟着走，心知事官如何管理。为了天青县百姓，老张你必须留下。
大人您误会了，下官是想说，大人欠下官的那几枚天金币得还。那是自然。糜大人，陈镇守使来了，快请！陈守使也知道本官升任郡守的大喜事了。什么郡守？我怎么会知道？你又没发朋友圈。恭喜糜大人，大人禽兽爱人，别说做郡守，就是执掌一州也不为过。糜大人，我这次来是想调阅玄冥石矿的所有卷宗。陈老弟怎么关心起这个了？那石矿不归咱们管啊。那边最近有妖物出没，李镇守使命我协助调查，尽快铲除。原来如此，不着急。陈老弟会下棋吗？今日你我兄弟二人手盘一局，当年恩师可夸过我的棋力。糜大人这次升迁，准备在哪座酒楼设宴啊？陈老弟，你刚才说来做什么来着？哎呀，险些耽误了老弟的大事！来人，快带陈守使去暗毒库，绝不能耽误镇守使大人的要事。恭喜糜大人升任郡守，什么时候设宴相庆，我一定到。石矿开矿10年，工部堪舆，天娱院修士助手，10年枯竭，情理之中，就是这里。开采2月，深度绝不超过数十丈。这种浅层矿洞，就算工部官员全是庸弱之辈，也绝对不可能坍塌。最大的破绽在这里，矿洞一旦开采，必使民夫日夜轮值，塌方绝无可能无人伤亡。谎报，民夫名册清晰，亡者藏不住，那就只有一个可能。因为矿洞里根本就没有民夫在开采玄冥石，不曾开采玄冥石，又是为什么会坍塌？这底下到底藏着什么见不得光的惊天秘密？两位同道，天色已晚，今夜便在此歇息。此地甚好，前朝山神庙虽香火流失，但仍有剩余，正可借此修行。前朝山神香火实不存一，聊胜于无吧。严道友，师妹，一起修行吧。道兄也一同吧。护城道友能吸取香火气运，果然是方外的炼气士一脉。他们和那个用血妖害谢南行的家伙是同宗，这几只罕见的炼气士聚在这偏僻之地，究竟想干什么？香火流失太严重，不然能修行1夜。郭道友，莫要介怀。这一路走来，有桩怪事，几位道友可注意到了？严仙子，此刻非罗天大会，用不着装神弄鬼。严道友是想说，这一路我们竟未遇到一只妖物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当小心。严仙子多虑了，哪有那么多麻烦？石甘泉，你我皆是代表各自宗门，兹事土大，难道不该谨慎？严若水，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池道友，我们奉命来此，理应谨慎，你莫要欺人太甚。两位道友息怒，都是为宗门办事，莫伤和气。郭熙，什么时候轮到你开口了？我最看不上的就是你这装好人的伪君子。你对严若水那点见不得光的心思，谁看不出来？池道友说笑了，郭某不敢。赤占泉宗门最强，嚣张跋扈；严若水次姿，郭熙最弱，处处忍让。不，这个叫郭熙的脑子最好使，也是最危险的。真没人，是老子想多了。
个郭熙果然心机深沉，绝不能被发现。几十个矿洞一模一样，怎么找天监10年坍塌的那个？小爷是个武夫，没仙家手段，走错洞塌了，可就被困里面了。只能通过泥土干燥程度判断开采时间了。就它了。不是这个，继续。先生，大梁朝境内，丝巾妖物敢这么大摇大摆，真不要命了。把马车里的留下，我放你们离开。南渡妹妹，莫怕。区妖物既然来了，就把妖气留下。是觉得我护住了小姐，你才这般开心？偏房子子弟资质平平，他前途无量。你们没有可能，情丝还是早早掐断吧。听说林先生曾是书院学子，可否说说书院？儒教一脉自始至终与陈氏相连，大梁朝文臣一成出自书院。我听说无数年来，书院只搬过一处地方。小姐只是好奇，还是另有想法？陈宁，你现在在做什么？哎呦！让开，不识趣的人。在下本地知县弥科，不慎冲撞诸位，害寒。哼，一县之主，便要以势压人了吗？是在下的错，不知公子要如何才能满意？读书人，可曾进过书院？本官愚钝，不曾在书院求学。我还说能碰上个读书人呢。这桩小事接过，还有件小事，不知此地镇守使在何处？公子，请说。好狠辣的手段，抽离生机，击碎一魄。这知县半年内必死，连来世都被斩断了。陈镇守使去巡查周边了，他可是10大市的好官，天青县太平全靠他。严仙子怎么看？我们在县衙等。我去他家中看看。穷乡僻壤，哪来那么多宝地？大白天的就要干擅闯私宅的事了，糜大人，你一个知县也干这档子事儿，会折福气的。我要是非要进去，你能怎么办？呸！你真是半点教养都没有！你们这里民风一直如此淳朴，我可不是等地人士。了不起，真了不起！我就说嘛，看你这样子也不像短命的，毫无青光溢出，连褶皱都未乱。我倒是看你像短命的。严仙子，郭熙肩负重任，为何如此轻浮跋扈？他自己能不知道吗？郭熙城府极深，他在刻意伪装。池道友，若之后郭熙有变动，你我联手。严仙子，他背后可是三西府。真到了那一步，你以为这只是我南天宗一家的事？
不进去了。糜大人，坐。你到底要做什么？那年轻人身份玄妙，你惹了大祸，别连累本官。糜大人，该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。你什么意思？糜大人，我祝你长命百岁。真该消停了。镇守使，他怎么找来了？装作不认识。糜大人今天怎么有空来这儿？要请我吃宵夜？这位公子看着眼生啊。这位公子是来找你的，还有3位在县衙等你。说是见了他们，你就知道缘由。什么缘由？我们要去玄冥矿场看看。你上头的人想必给你打过招呼了。原来如此。这位公子去矿场做什么？你上头没说？没说，只说协助调查，去选2块不常见的石头。说好的。这疯狗不像山神庙是那么狂躁了，在装。公子来自方外修行宗门。怎么？要不怎么说公子身上有一股常人不及的气态呢？原来是方外仙师，眼光不错。我总觉得在哪儿见过你。仙师记错了吧？要是真见过，那可是我天大的荣幸。这家伙在试探我。果然是方外修士，各位仙师气度不凡。哼，修士比试武夫，随便你看，只要你不挡我道。废话少说，早点去矿场选完石头回家，沉守使，没问题吧？这种事理应在县衙留个卷宗。仙师稍等。陈老弟，这几人不识善茬，特别是那个领头的喜怒无常，你千万小心，他刚还想硬闯你家。你老哥马上写信给李镇守使，告知这里的一切。哼，让仙师久等了。走。陈守使，玄冥矿场的情况说说。我也没去过，那是朝廷重地，没有通告，我擅闯时死罪，仙师不知情。矿场已停工，空无一人，我们就是去碰碰运气。原来如此，这粗鄙武夫如此卑躬屈膝，真令人作呕。我们之前来此，周遭竟无一只妖物，是陈镇守使的功劳。不敢隐瞒仙师。前些年来了头大妖霸占此地，驱赶群妖。后来路过一位御剑的青山剑修，一剑将其斩了。剑修长什么样？飞剑何样？飞剑青绿的，好像春天的杂草。百年一剑野草，难道是那位最强年轻剑修？随便瞎念个故事，就把这几个修仙人唬住了。这玄冥矿场绝对藏着惊天秘密。哇！仙师，怎么了？我之前绕了那么多圈都没发现，原来是被仓库掩盖了。这几个炼气师果然有门道。麻烦严仙子了。好可怕的手段！那神人竟是武进侮辱死后的游魂。仙师们手段真了不起。仙师，你们不是来找石头的吧？为了几块废石，何必毁了仓库？废石不值钱，我们找的东西不在那些开采过的矿洞里，怕上头追究。仙师只管做，我就当没看见。你体魄不错，打牢花了不少功夫吧？武夫水磨功夫，我天资奇差，穷得买不起药，这辈子无望神藏境了。县衙卷宗里那个坍塌无伤亡的矿洞，果然在这里。仙师们下去吧，我在上面放风。不碍事，一起下去，
找到了好东西，分你几件。对，臣臣首使一同进来吧。真该死！多谢仙师好意，